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翠花的秘密》。早晨饭桌上，婆婆张春兰抢过女儿的鸭腿，塞进了自己碗里。女儿乐乐有些委屈，却不敢说话，只能继续埋头吃着碗里的饭。婆婆得意地嗦着筷子，紧接着嘴角向下撇出一个嫌弃的表情。丫头就是生下来给别人的，吃个她一口饭都耷拉着脸，以后还得了。说完，婆婆特意看了老公一眼，还是男娃娃好养活。儿啊，你说是不？丈夫无奈叹气，见我没反应，小声应和着：“妈说的对，妈，你多吃点，免得生病。前2天还闹着不舒服。”我端起桌上的鸡蛋羹，放到了女儿旁边，摸着她的头安抚着，难得没有反驳。2天前，婆婆忽然身体不舒服，我送去医院做检查，电子报告单是刚才出来的，查出是宫颈癌，好在是中后期，还是有一定的治愈可能，但我还是不知道怎么开口。这时婆婆又敲了敲桌子，把我的注意力吸引了过去。李晓啊，你嫁过来这么多年，我老婆子也没强求你生男娃，这全天下可找不出第2个了。我点点头，附和着：“妈，这些都是婚前说好的，您愿意支持就好。”回忆起来，嫁过来这些年相处还算是和平。婆婆虽然小毛病不断，在孩子这个事情上没有催过我。婆婆见我男的没有对着干，语气带着满意，连脸上的褶子也舒展了不少。晓得就好，你嫂子又怀孕了，到时候你得去伺候坐月子。我错愕地抬头，一时间不知道是我听错了，还是婆婆在说梦话。我看着婆婆，蹙眉不解：“妈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一旁的老公也在打着圆场，讨好般给我夹菜，笑嘻嘻的。嫂子托关系查出来又是男娃，他家里不富裕，养不起这孩子。小小一家人你就体谅一下吧，你的钱那么多。我立马冷下脸来打断他的话：“你嫂子不容易，和我钱多有什么关系？”婆婆嘴里的菜吃得吧唧作响，含糊不清地说着：“你和我儿子的钱以后都是要给大孙子花的，既然你嫂子这胎还是男娃，你就抱着养。”说完，婆婆瞥了一眼正在夹菜的乐乐，用筷子一把打掉了她夹起的肉。丫头生下来都是别人家的，再说了，你嫂子家里3个男娃的彩礼哪里出得起哟？得生个女娃卖了才有腮。你家没儿子，当然你家给。看着女儿委屈的神色，我忍不了，老公却一把抓住我的手，安抚着让我坐下，接近于讨好地说着：“小小，妈说的也对，正好是个男娃，你也不白出钱，咱们抱过来给乐乐做个弟弟也好。”说着，老公转过身看着女儿，拿着鸭腿又哄着：“乐乐，你是不是也想要个弟弟？快和妈妈说呀！”乐乐瘪着嘴，哇呜一声就哭了出来：“我不要弟弟，我不要！呜呜呜！有了弟弟，妈妈就不要我了。”我心疼地抱起乐乐安慰，冷眼看着丈夫，狠狠踹了一下他的椅子：“你们都别想了，我有女儿，不需要别人的孩子，我的钱1分都不会花在他们身上。”婆婆刚要生气，好像忽然想到了什么，眼神落在乐乐身上，眼睛滴溜一转：“哎呦，这大的小的气死人喽！儿啊，快扶我回房间休息一下。”刘斌走的时候狠狠瞪了女儿一眼，快速搀扶着婆婆回到了房间。我看着桌子上的剩饭，思绪回到了从前，曾经的我们不是这样相处的。我叫李晓，7年前认识了刘斌，他为人老实憨厚，性格温和顾家，最重要的是对我无条件的支持。当时我看到了自媒体的风口，先要创业翻身，周围人都劝我安稳赚这2、3千，别瞎折腾。
只有刘斌站在我身边，给我情绪上的支持。我一开始并不喜欢刘斌，他是农村单亲家庭长大，头上还有个已经结了婚的哥哥，家里还有个强势母亲，让人窒息。可刘斌的坚持打动了我。刘斌再三保证，婚后只生一个孩子，并且确定他的母亲不会和我们住在一起，影响彼此生活。在他的软磨硬泡之下，我松口了。婚后也算过得平淡幸福。正好我新媒体事业飞升的时候，怀上了乐乐，我顺理成章地在家养胎和工作。大半年前，婆婆忽然打电话哭诉自己身体一年不如一年，常常觉得乏力难受。婆婆在电话里面哭诉自己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说自己辛苦把2个男娃拉扯长大，到头来也享不了福，来回几个回合，就算是傻子也懂了她的意思。于是2家商量，一家半年养着，上半年在大哥大嫂家，现在轮到了我们家。可今天早晨的对话让我不得不起疑心，嫂子4胎这个事情会不会是他们提前计划好的？此时女儿乐乐扯了扯我的手，妈妈，是不是因为我妈妈才和爸爸吵架的？女儿小脸上满是泪痕，眼神里是不该出现在这个年纪的害怕和担心。我蹲下身和女儿平视，心也跟着抽疼。女儿从小很懂事，就是大家口中的天使宝宝，从来不闹腾。我虽然在家，却长时间忙于工作，亏欠了乐乐很多。我抬手摸着乐乐的脑袋，最后把她抱在怀里。没有，你永远都是妈妈唯一的孩子。乐乐，没有人能让你不高兴，就算是奶奶和爸爸也不行。乐乐眨巴着大眼睛，听见我没有责怪他的意思，又破涕为笑。好，我只爱妈妈。小孩子的世界总会把一点点小事放大，也许家长不在乎，但是孩子在乎。吃完饭后，我把女儿送去了幼儿园，走在路上，打开了自己的自媒体后台，看着增长缓慢的粉丝数量和下跌的数据，心态快要炸裂。我急需新鲜的东西来拯救我的自媒体事业。正当我准备好好反思一下的时候，忽然老公家族群里弹出了无数个信息。平时这个家族群很沉默，现在未读信息都有300-400条，事出反常必有妖。此时正好一个新的出现，老婆，他们就是说话直，你千万别介意。我一头雾水地点进去，最先一条就是婆婆发的，乐乐就是个赔钱货，李小挣的钱就该给我大孙子用，他凭啥子不养老4？顿时我感觉一股子热血涌上心头。我快速把这300-400条信息看完了，这一大家子人从头到尾都在指责我的恶毒，嫂子崔莹也在群里阴阳怪气。我4胎这是在为国家提高出生率，也是在为刘家争气。下面一排的大拇指都快把它飘到了天上去。紧接着就是对我的抨击。老公大伯发了一个生气的表情，配上了一段字：现在年轻人只想着自己。紧接着老公的婶婶也跟着说话：白来一个儿子还不高兴，你这要是搁以前都是要被打死的。几百条信息，除去对嫂子的夸赞和对婆婆的同情，剩下全是对我的抨击。从为了刘家到为了国家，真是层出不穷。他们还敢扯到出生率上面，还真是几年不发疯。这些人当我都是软柿子了。我挽起袖子，噼里啪啦的就是打字：大舅、二伯、婶婶、嫂子、大哥，现在出生率这么高，哪里低了？很快，他们见我出来，也都跟着附和，齐刷刷地打起了问号。甚至还有一个试图甩当前国家新生儿数据上来：你嫂子都生3个了，你才能一个赔钱货，让你出点钱还不乐意？你看看这些年的出生率数据，
难道不低吗？我不屑一笑，他们恐怕不知道，我之所以愿意和刘斌这个软柿子结婚，一方面看着他确实老实懂事，另一方面，我有那个自信能拿捏住这群奇葩亲戚。我看着那满屏的出生率，手再次按到了键盘上，瞧瞧，这不是挺高的吗？看我们群里就有不少出生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。群内安静了一秒，下一秒全部炸锅，所有人都对我发来了问候。笑话，当我是什么人？我自媒体博主走的就是吐槽影视和批判不良风气这条路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们骂人到了我的领域上了。紧接着，我快速从各种表情包里找出了个竖中指表情，发出以后直接群消息免打扰。至于为什么不退出，我总感觉依照婆婆的性格是誓不罢休的性格，这个群或许留着还有用。老公刘斌的电话在第一时间打了过来，一开始我在群里被说的时候，不见他这么着急，接起来那边就传来略带责怪的声音：“老婆，你怎么回事？那都是家里的亲戚，你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？你平时不是这样的。”我呵呵一笑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之前是他们不主动找我，但我现在还不打算和老公撕破脸，日子还得过下去。刚才我被欺负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刘斌，你还是不是我老公？你别忘了，现在的你可还欠着我的钱呢。那边的人明显一顿，直接服软。大家都是说着玩的。老婆，你别生气，我这就去轰轰妈。我应声挂断了电话。要问刘斌为什么这么窝囊，当然是他被裁员了，现在家里全靠着我的工资养活。刘斌这个人能力不足，但胜在勤劳肯干。这些年，也许是我的成功也养大了他的胃口，导致他在公司做事愈发浮躁。半年前，他工作上出现大失误，被辞退了，而他的存款在给完房贷后所剩无几。可这不就是他当初想要的 AA 制吗？当初在我的自媒体还没有起色的时候，我的工资一个月固定3000，而房贷一个月就要3500。他当时工资比我高3000，一个月能挣6000。当时我希望他能不能先缓几个月，等我起来，或者等等我再去找份兼职。当时刘斌的表情好像吃了屎一样难看。第二天他回来跟我郑重地讨论了这个问题，我到现在还记得他当时的这套说辞：小小，你是孤儿，我和你可不一样，我还有我妈妈要养，我妈妈把我养这么大不容易，我得每个月打回2000啊。我当时沉默着没有反驳，我们都是从农村出来的，不可避免会对于钱看得比较紧。于是我问他，那你想怎么办？我这2个月真的没能力平摊房贷了。当时的刘斌立马就笑了，拉着我的手，和我发誓保证，老婆，新社会都是男女 AA 的，如果你最近实在没钱，你硬出那一半算我借你。当时我心里就在想，我一定要努力赚钱，一定要有财富自由，然后等到那么一天对他说出这句话，如果你没有钱，我可以借你，但是一定要记得还哦。现在我等到了，刚到家门口，家里传来隐约的啜泣声，还有谩骂声。我打开门的一瞬间，所有声音都停了，大家齐刷刷地看过来。我看着他们这群人这么早就过来了，是来兴师问罪了。大哥、嫂子，你们今天怎么来了？嫂子那高高隆起的腹部，看着可像是7、8个月了。果然，上半年婆婆在他们家就已经知道怀孕了。我默默地收回视线，站得离他们更远了一些。嫂子崔莹从前是个销售冠军，模样好看，身段苗条，现在看她已经被生活搓磨得不成样子，身上穿着一个大棉袄，一手扶着肚子，满脸的皱纹，哪里还有曾经的模样？
崔莹看见我的时候，眼中明显闪过一丝嫉妒，可很快就变成了啜泣。小小，我是来找你的，嫂子有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。旁边的刘武一身赘肉，正恶狠狠地盯着我，手里还拿着手机正在网赌。刘斌则坐在一边，低着头不敢看我。婆婆则是趾高气昂的拿出我买好的车厘子分给他们吃，那么贵的车厘子我都没舍得吃。嫂子，有什么事儿您直接说吧。崔莹像是做了很久的心理准备，她摸了摸肚子，面露难看。这4娃我们家实在养不动了，小小啊，你不如就养了吧，反正你家就一个妮子。说着，她看了一眼我的神色，脚下持续地朝着我这边挪动了一下。你这些年赚了不少，总不能把家里所有的钱给那嫁出去的闺女儿吧？我看她离我越来越近，心里了然，直接开口回绝：嫂子，你肚子里面爬出来的，我养了算怎么回事？老大刘武放下手里的瓜子，抽空瞪了我一眼，语气是高高在上的教育：李晓，这点你就不如你嫂子。女人呐，那是得说生就生。刘斌被他哥架着起来，他明显底气不足。老婆，咱们家什么事儿都依着你，今天这事儿，我哥都出面了。你看，我听这话简直有点想笑。他哥是人民币吗？我还得见一次爱一次，还要尊敬面子。不知道一个天天逼自己老婆生孩子的男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大哥，我记得当初嫂子的工资可比你的高，这连生4个孩子，恐怕剩下的话，就算我不说明，大家在场所有人也都明白了。刘武比起刘斌来多了一份大男子主义，又酷爱赌博。当初他找上崔莹，就是看上了她的赚钱能力，但娶进门又觉得抛头露面的女人不好拿捏，于是在刘武的劝告下，崔莹开始了生孩子的路程。一个不行，接着第2个、第3个、第4个，这都6年没有出去工作了。那当崔莹的工资每个月都能到1万左右，而现在她只能伸手要钱。崔莹的脸色立马变得难看，她愤愤不平望着我，眼中恶毒。我知道这种眼神是自己跌入深渊也要把另一个人拽下来的念头。小小，我们都是妯娌，你别把话说得这么难听。说着，崔莹拉上我的手，我感觉到了一阵粗糙，低头看见她那明显生了茧的手，还有些后怕。如果当初我没有经住诱惑，后果不会比他好到哪里去。4娃马上就要出生了，这个孩子我们就给你。你家一个女儿怎么都说不过去，祭拜的时候怎么面对祖宗？我笑了，手下依是晃了晃手机，然后冲着崔莹说着：嫂子，既然女人生的娃只能认男方家的祖宗，那关我家祖宗什么事儿？崔莹的脸色瞬间刷白，她可能没想到一向看着好脾气的我，竟然能对她说出这样的话。人嘛，都是这样的，柿子还挑软的捏呢。婆婆在一边听着龇牙咧嘴，恨不得上来抽我2耳光。崔莹好像急了，她握着我的手，强行拽着我的手往她肚皮上放。你摸摸看，这个孩子已经成型了，你真的忍心吗？道德绑架这一套对我可没有用。我冷漠地抽回手，如果你们还是想让我养这个孩子，那就请回吧。我已经说过了。说到这儿，我故意停顿看着他们所有人，然后拿出手机拍摄记录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我只有乐了一个孩子，别人家休想从我这里拿走1分钱。眼看着崔莹都要生气了，我立马跳开到另一边，拿起手机对着他们那边：嫂子，你可不要碰瓷儿啊！你要是在我家里磕了碰了的，没有手机还真的很难说清。我从进门就发现了，在刚才嫂子站着的地方，特意被滴了好多食用油，
还有几颗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玻璃珠，而他们几个人的眼神暗示不知道彼此接收到没，但我肯定是接收到了。这又不是写小说，同在一个屋檐下，谁能接收到算谁的本事。刘武拼命地想要嫂子过来拉我的手，刘斌胆子小，一直盯着这块地面，婆婆则是一种即将办成事情的得意。我低下头，特意把视频放大，对着地上的玻璃珠子和油渍，故意用着西瓜条的语气：“家人们，谁懂啊？有人怀了孩子不想养，现在8个月想这样讹我，让我养呢。”说完，我成功的看到他们的脸都黑了。婆婆是第一个被气得破防的。作为晚辈，我觉得我有义务提醒他们一句：舆论的作用是可怕的。嫂子，你们如果不想被人骂，那就好好负责。看到他们若有所思的神色，我满意的笑了。回到房间，不知道他们又在外面商量什么。我看着手机上的检查报告，犹豫2秒，回忆这2天前婆婆的嘴脸，只觉得可笑。2天前我正在家里创作，婆婆突然敲响我的门，她有些局促，那还是我第一次在她的脸上看见这样的表情。婆婆支支吾吾的看了我一眼，关上了门。小小，妈和你说个事儿。我还以为是怎么了，被吓了一跳。婆婆张春兰看着我，像是有什么难以启齿的事情。妈，最近身体下面又来那个了。这句话像是个霹雳，足足过去了1分钟，我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。婆婆的眼神里带着蒙昧和隐隐期盼。你说这是不是又能怀了？我老婆子还能回春呢？我当时强压着想抽嘴角的冲动，人在绝经，以后再来，绝对都是有问题的。但当时不好表现得太明显，只能先宽慰。妈，没事儿，我带你去检查。当时的婆婆拉着我的手指，夸我就是她的亲女儿。这才过了2天，我就成了那个让她厌烦的人。看着这个报告单，我有些迟疑，想着我原本的计划要不要继续下去。一下午，我坐在书桌前，都有些心烦意乱。到了晚上，我接了乐乐回家，哄着睡着后，再次看了眼后台数据，还在持续下跌。又看了看还在睡觉的女儿，心里有了想法。当晚，刘斌回来了，他小心翼翼地越过我，躺在了旁边，试探性地看了我好久，最后沉沉地睡去了。等过了一会儿，我睁开一双无比清明的眼，他大概忘了我做自媒体的日夜经常都是颠倒的。我拿起他的手机，密码还是曾经的那个。我轻车熟路地打开手机，翻找到了小号的聊天记录上，就算是有了准备，还是被眼前这一幕震惊到了。上面是刘斌出轨的一个年轻女大学生，刘斌在里面信誓旦旦地保证，一旦等我把钱全部交出，他就离婚，顺理成章地和这个女大学生在一起。我知道刘斌一直在图我的钱财，但我万万没有想到，他竟然想要我和乐乐的命。他竟然联合他的哥哥，想要把4娃过继到我的名下，再把我和乐乐拐卖杀害。4娃顺理成章继承到了所有钱，而我和乐乐只会在深山里面受尽折磨。好得很，我捏紧了拳头，真不愧是7年之痒。发现刘斌出轨是在5个月前，当时的他被离职，心情很差。我本想偷偷帮他清空购物车，好给他个惊喜，却没有想到无意间看到了他和另外一个女人交易密切，顺藤摸瓜找到了刘斌小号。当时只是精神出轨，并不知道那个女大学生已经怀孕。我念着从前并没有挑破，事到如今看来，他的胆子还是太大了。所以从他嫂子怀孕到刘斌离职，再到婆婆要住过来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他们2家的阴谋。图钱出轨并不可怕，我只是没有想到，看起来老实的刘斌竟然还要图我们的命。
连乐乐的都不放过，顿时一股寒意从脚底漫起。既然他们不仁，就不要怪我不义。我笑着把这些消息拍摄下来，再次把手机放到了他的旁边，并且把拿到手的纸质报告单直接撕了个粉碎。既然他们想玩，那我们就看看先死的人到底是谁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婆婆好像变了个人似的，一大早就准备了丰盛的早餐，看见我也是笑脸相迎，仿佛昨天的事情从未发生过。刘斌也早就帮我盛好了饭，还主动帮忙捏肩。老婆，乐乐已经送去学校了，你最近工作辛苦了。我看着他们这群讨好的样子，贾谊还在生气，你们有什么话就直说。刘斌脸上的笑容马上就要挂不住了，他赶紧坐在我旁边，拿出了一个保险合同。我瞥了一眼，心中泛起冷笑，还真是想物尽其用，面上却是疑惑。意外保险，买保险做什么？刘斌立马讨好的笑，老婆，钱再多也会花完，为了将来咱们不拖累女儿，买份意外事故保险安心啊，这也是你给我最好的安全感。以前我只觉得刘斌这个人笨，现在发现他真是又蠢又坏，给我的安全感，难道这不是他的安全感吗？怎么不给妈买一个？我喝着桌子上的粥，看见婆婆已经坐在了对面，开始狼吞虎咽地吃。婆婆小时候家庭环境不好，如果吃得慢，就更没有吃的了。这个习惯她一直保留到现在。婆婆抹抹嘴，冲着我笑，却没发现自己的脸色一片蜡黄。我这一把老骨头，指不定还能回春儿呢。身子骨好得很，我敲敲桌子，把其中一份合同推到了她的面前。妈，都是一家人，哪有我们买了不给你的份儿？既然都是为了乐乐，那不如妈，你受益人写乐乐吧。婆婆的脸色瞬间就变了，她一脸的严肃，觉得晦气直接推开了。浪费这个钱干什么？对了，你嫂子之前被你气到了，今天进了医院，你得去看看，没讹上我，把自己气到了。老婆，快签约后赶紧去看看吧。再说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刘斌冲着露出一笑，我盯着刘斌，忽然就笑了。既然他们不客气，那我可就按原计划实行，也不心虚了。好，签约。老公，你真贴心，看到我在签约，刘斌当即松了口气。对了，老公，卧室里我放了80万的黄金，你可不要动，那都是给乐乐未来准备的嫁妆。刘斌眸光一闪，好像有了新的计策，表面上点头同意了。我也笑着拿包包出去，打算去看看我那好嫂子。也亏得刘斌从我们结婚开始，一切开支都是这导致我和他之间的共同财产几乎没有。刚出了门，我就看见手机监控前出现了刘斌和婆婆。婆婆打开保险箱，笑得合不拢嘴。儿啊，我就说这个女人有钱不舍得给我们花，你放心，保证这俩赔钱货死得远远的。妈，咱们得加快速度了，小丽怀孕了，我可不想我儿子没名没分的出生。刘斌的眼神死死盯着这些钱，仿佛已经是自己的囊中之物。儿子，拐卖，行，可真行。我稍微整理了一下手上的证据，视频、录音、杀妻骗保、出轨记录，现在孩子都有了，不错，全了。下一秒，一个直播链接被转发到了家族群里，嫂子和大哥正在直播，直播间的人数刷刷的往上涨，无数礼物砸在他们头上。嫂子在直播镜头里痛哭流涕：“我们是没钱，可我们也不是没有骨气。我们昨天去借钱，李晓不同意就算了，还把我差点打到流产。对，他就是那个100万粉的博主。”说这大嫂在镜头里面哭得更凶了。随着热度的上升，无数的观众涌现进来，评论几乎所有都是一边倒。
我的账号也都被扒了出来。不出意外的，我火了，真不错。上次感受到这样的热情还是在6年前。我笑着看猛然增长的数据，这些恶评在我眼里都是未来的枪支。还有一部分我的粉丝正在帮我解释和辩驳，既然他们想要这些多，那我也要从他们身上拿回来才是。下一秒，我收到了嫂子发来的信息：李晓，你以为你的自媒体能火多久？今天你不要4娃也得要，你的一切都是我们4娃的。发完就撤回。崔莹还是很谨慎的，毕竟我是做自媒体的，她知道我会在第一时间看手机。自己发烂发臭，还想拉着我。面对这样的人，我一般是直接回复鄙视表情包的，可这次我没有，反而反手甩了个定位，来这个地方。崔莹，你不想摆脱现在的生活吗？你不想逃离吗？我关了手机，打算让子弹先飞一会儿。既然人贩子想要一个大人，一个小孩，那为什么不能是他们呢？果然，不到2个小时，崔莹借口产检下播，一个人独自出来找到了我。我知道他一定不会担心继续和刘武继续为伍，这样的男人吃喝嫖赌都全了。曾经的崔莹怎么可能会甘心一直生孩子？刘斌和刘武怎么会有那个脑子来布这些局？这一切的背后都是崔莹，她太嫉妒了。崔莹走了过来，她看着我，露出得意的表情。李晓，你还不是要求我？我笑着端起面前的咖啡。嫂子，生4个孩子感觉怎么样？听到我说这个话，崔莹脸上的表情立马绷不住了。你想保住你的号，就必须领养4娃。李晓，我们可以一起继续创作这个号啊！你把密码给我，我标题都想好了。单身母亲一起抚养孩子，你觉得如何？我没忍住，噗呲一下笑出来。崔莹的胃口是真的大，她竟然还想要我的账号。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，能够坐享其成？我觉得不怎么样。崔莹，你挺能生的，是易孕体质啊？你有病啊！崔莹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说这个，红着脸就要骂人。我是想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让他们自食恶果。我承认，一开始我想要把嫂子和她孩子一起卖了，想让刘斌身败名裂，想要婆婆不知道病症，最后痛死在家里，想要刘武被追债闹得永不宁日。可我还有乐了，这是我给他上的第一课。我们都应该成长在阳光下，用法律的手段才是保护自己最佳方式。他们可以有污点，而我们不能。我没病，是你有心病，自己逃不出来，还想拉我下水。刘武是个蠢货，刘斌是个软柿子，可我不是。我站起来，把包摔在他的脸上，站起身拿出了聊天记录，把我和乐乐卖了，联系上了人贩子，4娃到我名下。你拿着我的钱和账号，过我的人生。崔莹，你的胃口不小，表面看似是让刘斌能和他的情人拿到这笔钱，刘武能用我的钱去还赌账，但最后受益人只有崔莹。崔莹当即就慌了，她眼中的恶毒不再掩饰，就那么直勾勾地望着我。凭什么你可以风生水起？李晓，我比你差在哪里？你对他们狠就算了，你敢算计我和乐乐，我也不甘示弱。其实从一开始我发现刘斌出轨，正是因为不爱他，所以我当时想着以这个作为思考点来盘活自媒体，随后走离婚大女主人设。但是没想到婆婆患病，她的病情让我动摇了。可没想到刘斌他们背地里还下了这么一盘大棋，是又怎么样？崔莹拍桌而起，扶着腰谩骂着：李晓，你以为你有多大能耐？还不是站在了风头，成为了会飞的猪。我不说话了，站起身冷眼看着监控。
等着警察的到来。一些证据不需要我出手，自会有专业的人士来破解。崔莹只看到了我的成功，但她没有看到我日夜颠倒，拼命写文案到深夜，没看到我被骂的时候崩溃到痛哭，更没看到我是如何一边带着生病的乐乐，一边想着段子。她只知道站在风口上，猪都会飞起。你说话呀，你怎么不敢了吗？崔莹咆哮着，她的计谋被揭穿，现在一切都晚了。你就算知道了，又能怎么样？你现在不是没事吗？我笑着骂了一句：蠢货，不知道什么叫做犯罪未遂吗？很快警察就涌了进来，他们把崔莹团团围住。你已经涉嫌违法了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所以当时的脸立马刷白，他看着我眼里的恶毒，再也藏不住。你敢报警？你竟然敢报警！你别忘了，我怀着刘家的孩子。我双手抱胸，捡起桌上的包包，里面还有一个录音笔。随后先把家族群里的聊天记录发在了我的个人账号上。舆论风波出现了无数的反转，这只是开始。崔莹直到被带上警车，都还在骂骂咧咧。她想要把手机摔了销毁证据，可已经来不及了。手机这些作为直接证据已经被控制住。我相信要不了多久，警察就能全部破译。我听着崔莹的谩骂，心中有些感慨。曾经我和他也是真心交过朋友的，我们两个都不服现在的生活情况，我们心里都有一口傲气在，所以我拼了命地往前爬。而他最终倒在了黎明前。他总想着生完这个，一切都好了。可他低估了人性的丑恶，也高估了自己的自律。很快，警察顺藤摸瓜抓到了还在医院里面重新开启直播的刘武和婆婆。我跟着警察来到了医院，婆婆就是村里老人，以前连村镇都去得少，什么时候见过这样的阵仗？被吓得原本就因为失血过多的脸色又黄了一度，同时身下感觉到一股热流，又出血了。婆婆尖叫着，撒泼打滚躺在地上。警察同志，你们抓我干什么？我没犯错，我大儿子就是赌博没钱，我们马上就能还上了，别抓走啊！我站在警察后面，笑着他们现在还不清现状，也觉得婆婆可笑，于是冲着她挥了挥手。婆婆，你身体不好，还是先配合警方办案吧。婆婆听见我的声音，立马跑过去。李晓啊，你有钱，你先给妈借点，你得出力呀。要是刘武进去了，我们老刘家可怎么办？他还有4个娃。我抽出手，默默拉开距离，语气却温柔。婆婆，你的大儿媳已经进去吃牢饭了。我不是说了吗？你的孩子孙子和我有关系吗？再说了，是我报的警。婆婆听到我的话，连挣扎都忘记了，差点一口气都喘不过来。你好狠的心啊！我们老刘家有什么对不起你？婆婆指着我破口大骂，细数着这些年她儿子的付出，恨不得把她儿子自己拉的屎都说成是为了我。我当着她的面转身看向警察。对了，多谢妈提醒，还有我的老公，他出轨，意图杀妻骗保，偷我的财产，参与人口拐卖，一起抓了吧。婆婆一听这话，两眼一白，直接昏死过去。也正好在医院，她直接从这个病房出去，到了另一个病房抢救。刘斌当时就在看直播，发现警察进来后，直播就被掐断了。刘斌还以为是要债的上门了。这些年他哥偷偷网赌，屡教不改，他们已经给了很多钱填窟窿了，但这些钱就像是美食，只会不断冲大他的胃口。这次竟然又欠到了100万，他们就看上了李晓的钱。现在好了，钱还没有要到，他哥先被抓了，自己的哥哥和妈妈被抓了。他第一时间竟然是给我打电话，
此时的我正坐在警车里，看着不断响起的手机，觉得他脑子有病，真当自己是大怨种吗？随后还是接了起来，毕竟这又是一个热门。老婆，我妈他们被抓了，你在哪儿啊？你快回来，我们赶紧跑吧。我听着那边着急的语气，怎么感觉他担忧的不是被抓了，而是怕影响到自己。我特意按下扩音器，你想怎么办？老婆，我们接上乐乐，带上钱赶紧走吧。肯定是我大哥赌博被人给告了。我大哥的事儿可不能影响我们一家。我强忍着不笑，看着窗外不断逝去的风景，心里非常畅快。感谢我的前夫为我提供的素材。你大哥竟然赌博被抓，你不去救他们吗？我们3个人把生活过好，比什么都强。老婆，你带上乐乐，我们搬到别的城市去。听到他这种不要脸且自私的话，我彻底是笑了。我们3个走，那你的儿子和小丽怎么办？刘斌，你真蠢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是我把你们都告了？说完我就挂断了电话。在他还在发懵的时候，警察已经找到了他和情人的住处，就说关键时刻还得靠警察的力量，要是我自己指不定还得找2天呢。自己找还侵犯隐私。找到刘斌的时候，他还和那个女人正在床上缠绵，连衣服都没来得穿起。也许是他觉得现在钱到位了，竟然敢直接上床了。这下好了，人证物证都在，还是官方记录视频。我点开手机后台，果然当初的谩骂全部变成了道歉。大家把这些被骗的怒火又转移到了他们几个人的身上。这次我是真的火了，并且是个完美受害人。我勤勤恳恳在家照顾家里，而没想到被刘斌一家子背刺。老公出轨，家族人群都是奇葩，嫂子4胎男娃，大哥赌狗一枚，婆婆狭隘自私，这些放在一起比网络小说还要精彩。无数的广告商在此时找上门来，甚至有些开出了天价，邀请我和他们一起合作，都被我一一拒绝了。一时的流量不是我想要的，长期的收益更让人心动。由于证据确凿，刘斌他们辩无可辩，我成功离婚。老公因为数罪并罚被送入监狱，老大刘武也没有避免，据说还多了一条袭警。至于崔莹，她怀着身孕，马上就要生产，她给了4个孩子一条命，现在孩子也减轻了她的罪孽，延后关押。只是一个没有钱的家庭，到底应该拿什么来养4个孩子？她曾经的梦想终究会败于现实。婆婆这几天情绪激动，直接导致了病情的恶化。现在的她整个人都消瘦了，脸色蜡黄，手上的皮肤像是罩在身上的一层塑料，随时都要破了。我去看了她，一开始婆婆还在骂骂咧咧，可当她知道全家只有我的时候，她变了态度。我当然缴了钱，给她请了护工。有时候活着等待自己的儿子出狱，在感受着身体一日不如一日，才是最痛苦的。把一切事情解决了，我的粉丝和数据也呈现了井喷式的暴涨，成功跻身千万级别 UP 主。而我的故事还没有讲完。当天晚上，我牵着乐乐的手走在路上，感觉风都是甜的。乐乐抬头看着我，他也不知道我为什么高兴。妈妈，今天有什么事情很高兴吗？我蹲下来很认真地在问他。妈妈和爸爸成功离婚了，他们都被抓走了，从此以后，乐乐只有妈妈了。乐乐睁着无辜的双眼，思考了一会儿，最后他也跟着笑。妈妈曾经跟我说过，任何不高兴、不满意的事情都要及时解决掉。我没想到乐乐竟然把我的话都听了进去，我有些意外，不过还是要给他补充一句，任何事情都要在阳光范围内。我们生长在阳光下，沐浴在春风中，
一切都要是合理的手段谋取利益。我给乐乐上了他人生中的第一课。还有哦，乐乐，处理解决的手段，一切都要在法律之内，知道吗？女儿似懂非懂的点点头，她眯着眼睛，丝毫没有受到这次事情的影响。知道了，妈咪，那晚上可以吃黄焖鸡吗？我摸着她的脑袋，轻轻点头，当然可以。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。婆婆中风在床，我照顾她7年，不料她算计让我当保姆。我嫁进罗刚家没多久，婆婆就中风了，直到现在都已经7年过去了。婆婆瘫痪在床，每天吃喝拉撒都是我伺候。还好婆婆只是半瘫，还有一边身子可以动弹。我每天带她做复健，尽管收效甚微，但是至少可以勉强拄着拐杖在家里活动。其实刚过门那会儿，婆婆对我并不是很满意，虽然没有明面上说，但态度能感觉出来。尤其是结婚前，在罗刚带我回去见过家长以后，婆婆还给罗刚介绍过相亲对象。但是婚后，我跟罗刚也不跟婆婆住在一起，所以接触少，也没什么关系。我只想着时间慢慢会让婆婆接受我的，却不料婆婆突然中风进医院。我也真的做到了让婆婆对我改观，前前后后的照顾，换来了婆婆的笑脸跟肯定。时不时会有人来家里探望婆婆，逢人都能听到她夸我，说能娶到我是罗刚的福气，还让罗刚好好珍惜，不然他能从轮椅上跳起来打断他的腿。婆婆当初对我有意见，是因为我的工作，每天闭门不出，在家画稿子，有时一画就是半夜，觉得我这样造作身体，以后不好生小孩。但正因为我的工作，婆婆中风以后，我才能一直陪在身边照顾。罗刚也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继续工作，婆婆也不再对我的职业有意见，时常会叫我注意休息，不要太劳累，因为操劳家里还要工作，我都无心打扮自己，整个人就是黄脸婆。所以罗刚不出意外地出轨了，出轨了一个年轻漂亮、打扮靓丽的女人，这难怪他天天看着我这副模样，估计也腻味了。我不是没跟罗刚闹过，大吵大闹跟个泼妇一样，这样的形象估计只会让他更加心生厌恶。但是我找不到正确的方法，让他迷途知返，只能通过无尽的情绪宣泄。只不过这一切都是避着婆婆，没让她知道，有时她也能看出来我跟罗刚之间闹得不开心。在罗刚出门上班的时候，婆婆会跟我说，让我看开点，夫妻之间难免闹矛盾。我在生气也是气坏了自己，家里鸡飞狗跳，地鸡毛。罗刚着家的时间越来越短，经常就是加班出差，各种理由不回家。婆婆还在担心罗刚工作太累，熬坏身体。只有我知道他是醉倒在温柔乡，乐不思蜀。在我心力交瘁之际，罗刚告诉我外面的小三怀孕了，这还不是最让我崩溃的。罗刚甚至还想把人接到家里来，说女人怀孕了，一个人在外面，他工作忙照料不到。罗刚是已经把我当作他的保姆了吗？他没办法照顾的母亲，我帮他照顾；他没办法照顾的小三，也要让我来照顾。罗刚，你拿我当什么了？我忍不住怒气爆发，抬起手都想打在罗刚脸上，罗刚却为了另一个女人给我下跪。于心，你就让我把芬芬带回家好不好？罗刚痛哭流涕，说我让他以后怎么样都可以，只要我同意让他把黄芬接回来。我气得握紧的拳头都在颤抖，全身冰凉。要我同意可以，我搬出去也不会再接着照顾婆婆。说完这话，我不等罗刚回答，便回房锁上了房门，让他在客厅过了夜。我以为我的表态已经很清楚，但是没想到他隔天竟然还是把人带了回来。
罗刚扶着黄芬走进客厅，当时我刚好在房里伺候婆婆换了一身衣物，看见客厅的人，我走出来的时候顺带把房门给关上，不想给婆婆看见我们争吵的场面。罗刚，你真是疯了！我尽量压低声音，不想有过大的动静。罗刚说他也是没有办法，马上就要出差，不把黄芬接回来。他不放心，黄芬的肚子已经显怀了。我看了一眼黄芬，她一脸委屈相，躲在罗刚身后，生怕我会生吞活剥了她一样。我是个能说到做到的人，回房就拿出行李箱收拾东西。罗刚冲进了拦我：“于西，你不能走，你走了让妈怎么办？”罗刚开始打感情牌，说他马上出差，婆婆没人照顾，生活不能自理。我朝地上扔下东西：“那你让她走啊！”我跟罗刚在拉扯之中，突然婆婆拄着拐杖，艰难地靠在门口。你们在吵什么？婆婆声泪俱下，说她这个老婆子造的什么孽，临了没人照顾。最后我还是心软了，跟罗刚商量，给婆婆找个护工，等找到人我就离开。夜里我第一次失眠了，平日里照顾婆婆，还要画稿工作，基本到了晚上倒头就能睡着。但是今晚我怎么都睡不着，躺在床上翻来覆去。罗刚睡在客厅，黄芬睡在客房。我觉得口渴，起床准备去厨房倒杯水喝，刚走到客厅，却发现没人。我以为罗刚是半夜溜进了黄芬房里，纵使气不过，但属实是失望透的了，都不愿意去纠缠，只想快点结束一切。可是我倒了水，想着可能婆婆夜里醒来也口渴，准备给她房里添点水。刚走到门口，就听到房里的说话声，很小声，需要贴着门才能听清。只是我听到了一个自己不愿意相信的残忍真相：婆婆直都知道黄芬的事，还跟罗刚说，别让黄芬受了我的气。我一直费尽心力照顾的婆婆，却说我是养不熟的白眼狼，说我不能看在罗家香火的份上识大体一点，还让罗刚不要听我的话去找护工。我这么个免费护工在，不要花那个冤枉钱，还料定我会心软，毕竟我今天就留下了，句句锥心刺骨，心痛欲裂。我从来没有被这个家认可过，既然如此，我要他们为利用我付出代价，尝尝跟我样痛苦的滋味儿。我一直替婆婆隐藏的，不只是黄芬的这件事，还有罗刚真正的白眼狼心态。罗刚一直都嫌弃婆婆中风，不愿意照顾，才天天借口工作。之前还开口说婆婆不如就那么死了就好，婆婆还想着享天伦之乐，抱孙子。结果她的亲儿子一点没把她当回事。实际上，黄芬其实就是婆婆当初介绍给罗刚认识的相亲对象。也就是说，从我们还没结婚，这俩人就狼狈为奸。这么多年，罗刚一直都是雨露均沾，而婆婆当时能点头同意我进门，是以黄芬为条件，让罗刚同黄芬交往，就答应我们结婚，不然免谈。黄芬也一直甘愿做小，不吵不闹，点风浪都没有掀起来，只有我被蒙在鼓里，天真的还想获得婆婆的认可，鞍前马后跟个老妈子样照料家里的一切。婆婆是想让黄芬尽快怀上孩子，好逼我退位，但是没想到会意外中风，一时半会儿离不开人照顾。看我这么勤勤恳恳的忙前忙后，才想着不能让我离开，所以让黄芬把怀孕计划推迟，等我完全陷在这个家里，不忍心轻易离开的时候，再准备带着孩子上门逼宫。这一家人的算盘打得叮当响，想让我不仅伺候婆婆，还想要我伺候小三月子，任意利用我的善良，拿我当傻子愚弄。而罗刚跟我结婚，只是为了他的工作吧，通过我父母的关系，
进了我父母朋友的公司，不然以他的能力，根本不可能坐上总监的位置。罗刚现在敢如此逼迫我，也是因为他准备跳槽到了另一个公司。至于黄芬，他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，还难以定论。看清了这一家子的嘴脸，我已经没有了任何留恋，连夜收拾东西搬走。第二天一早，罗刚给我打电话，问我人去哪儿了。我只是告诉他，已经找律师拟定离婚协议了。罗刚第二天就要出差，我现在走人，家里一个瘫痪老人，一个孕妇，这个状况让罗刚焦头烂额。罗刚拿出多年的夫妻感情来求情，说我不能这么丢下这个家。我只觉得离谱，什么家？那是他的家，不是我的家。面对罗刚的死缠烂打，我懒得应付，就挂了电话。再见罗刚的时候，是在他出差回来后，我带着离婚协议到他公司找他，让他到楼下咖啡厅坐坐，否则我就上楼去闹。罗刚担心我对他的工作造成影响，便下楼跟我见了面。我开门见山地把离婚协议递到罗刚面前，让他好好看看。罗刚在看离婚协议之前，还让我再考虑一下，说这么多年感情不能说离就离，装得无比深情。但是在他翻开离婚协议之后，他才瞬间变了脸，说既然我不愿意再继续，那就好聚好散，爽快地签了字。甚至罗刚请了假，下午我俩就把离婚手续办完了。罗刚这么配合的原因，无非就是我把房子车子都留给了他。走出民政局时，我还故作惋惜地说道，毕竟这些年过来的，我看到他现在的情况，这是最后帮他一把了。罗刚还乐呵呵地说，虽然缘分已尽，但是欢迎我有空回家里坐坐。最好的告别是如此体面跟和谐。但罗刚丝毫没有察觉到平静表象下的暗流涌动。离开那些繁重的家务跟看护工作，我开始有时间做做美容，喝喝咖啡，逛逛街，尽情的玩乐，跟享受生活。而罗刚又一次找上我的时候，看见我第一句话，于心，你变了好多呀。我轻松愉悦地翘起二郎腿，捋了捋耳边的碎发，微笑着点了点头，问他找我什么事情。罗刚的模样憔悴多了，吞吞吐吐地开口说想让我帮忙去找我爸妈求一下情。罗刚在公司吃里扒外，私下吃了不少回扣。他临近离职，却被查了一通，公司要处理他，到时候他的档案肯定不好看。下家公司还没完全对接好，他极有可能失业。我早料到了他这副落魄模样，或者说他这般落魄是我故意为之。我虽然不知道罗刚身上会背着这么一桩事情，但确实是我让爸妈跟朋友公司那边打的招呼，只是说随便查查罗刚，找个不好的由头开掉他，让他没法那么顺利入职新公司而已。结果还真是意外之喜。我今天能来见罗刚，也是因为有事要跟他说。虽然你的家事我不该多管的，但黄芬好像跟别的男人。话说到一半，我欲言又止，随后说了一句算了。罗刚上钩的追问怎么回事，我拿手机给他看了拍到的照片，是黄芬跟别的男人亲在一起。看清照片的瞬间，罗刚瞬间脸都绿的，难堪之态不言而喻，却还要面子，说可能是我看错了。我点点头说也是，就准备把照片删掉，但罗刚却让我发给他。我掩下自己的笑容，装作无意地问道：婆婆身体怎么样了？罗刚本就很多次在我面前抱怨婆婆瘫痪的事，觉得拖累了自己，这次也不出意外的。罗刚大吐苦水，只是与以往不同的时候，我这次是直接拨通了婆婆的电话，将手机倒扣在桌上，一切都被电话另一头的婆婆听得一清二楚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是个头。老婆子的命真硬。
罗刚抽起了烟，叹了口气，说起这阵子他的不容易。聊着聊着，我动作自然地拿起手机，假装惊讶。我不知道怎么点到了电话，装作自己刚才是给罗刚发照片的时候，不小心误触了婆婆的电话。这个充满虚伪恶劣基因的家，早就应该支离破碎。那天我陪着罗刚回了家，说我去帮他跟婆婆解释。于是我亲眼见证这家人互相撕咬的壮大场面。婆婆控诉罗刚的白眼狼，依旧是倚老卖老的卖可怜，哭天抢地。罗刚安抚不过来婆婆，反而被抽打了好几巴掌，恼羞成怒之下原形毕露，说她早就巴不得婆婆早点死，也好耳根子清净。正当家里吵得起劲，黄芬挺着大肚子推开了家门。她一看见我就开始使小性子，本就受了一肚子气的罗刚，又被黄芬指着鼻子骂，说他吃着碗里瞧着锅里的，这么多年不知收敛。罗刚也顾不上我在场，完全不在意面子，拿出照片质问黄芬肚子里孩子是谁的。这场闹剧我作为旁观者，从头看到尾，直到吵闹动静太大，邻居报警，警察上门调解，这场戏才落下帷幕。但我想要的不止如此，罗刚被公司开除，档案上留了污点，入职新公司失败，而我留给罗刚的房子车子都成了一颗炸弹，没有经济收入，还要还房贷车贷，加上婆婆的赡养费，还有黄芬的营养费，罗刚一个头两个大，开始给我打电话，想向我求助。我开始不接他电话，毕竟我想要的都得了。这种一地玻璃渣子，毫无立足之地的感觉，我已经让他们每一个人都尝到了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，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